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尽之美，我是 Melvin。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却常常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契约，它是否仍然有效？每天我们都在履行或享受某种形式上的社会契约，比如说我们进行的交税，我们去遵守法律，我们去投票，我们使用公共服务，这些行为呢，都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假设之上，那就是我们相信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是公平的，而我们的参与是值得的。但真的是这样吗？当收入的不平等加剧，政府腐败的现象也频现，一些科技巨头无限扩张时，我们是否还能信任这份契约？又或者是说，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那今天呢，我想要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包括社会契约的历史起源，哲学家们他是如何设想社会的理想结构的，再到现代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当中讲，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信任这样子的机构，再到一些现代契约的挑战，从不平等到民主参与的危机，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文学与艺术中的社会契约，我们应该要如何反思权利与信任。最终我们会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契约是否真的崩塌了？而我们又该如何重建它呢？那我们准备好，就让我们开始这场思考之旅吧。社会契约理论可以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基石，它试图解答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社会？又该如何在个体自由与集体秩序之间来取得平衡？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是社会契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自然状态。这个自然状态大概就是没有法律与政府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认为这样的生活将是孤独的、贫困的、污秽的、野蛮的、短暂的。为了逃避这种混乱，人们自愿放弃部分自由，将权力交给一个强大的主权者，来换取安全与秩序。其实这个核心的理念呢，就是说社会契约的起点其实是来自于人类的恐惧，而它的目的呢，在于结束混乱，来保障基本的生存。那后面呢，也有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他有所批评，比如说20世纪的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他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能是被夸大了，但他所描述的这种社会秩序需求，其实是反映了人类对暴力减少的深刻渴望。而马克思他就批评霍布斯忽略了阶级压迫在契约中的作用，认为这种契约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权利的延伸，而它并未真正的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约翰·洛克的论点。约翰·洛克在《政府论》当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契约的功能。他提出每个人天生拥有自然权利，那就是生命、自由与财产。洛克认为社会契约的目的不是压制自由，而是建立政府来保护这些权利。他的这个最革命性的理念就是说，如果政府无法履行保护权利的义务的话，那公民就有权利去推翻它。而这一观点呢，后来也成为美国写独立宣言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洛克的理论呢，其实是为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也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比如说现在在现代数位社会当中，隐私权如果这种数据可以作为我们财产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的隐私权是否得到充分的保障，也会直接影响着社会契约的合法性。
果说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是基于恐惧，那卢梭的契约就更富有理想主义。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试图解决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在社会中既保障个体的自由，又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呢？那所谓公共意志，卢梭认为真正的自由来自于我们去服从所谓的公共意志，因为它代表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而个人的自私需求呢，应该为集体福祉来让步。卢梭的这个理念呢，虽然为现代民主提供了很多的灵感，但也被一些学者批评他可能过为的导向极权主义。比如说哈耶克认为呢，公共意志可能会被滥用为压制异议的借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哲学家的观点，比如说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任何契约下的政府都必须设立所谓权力制衡的机制，以防止滥用权力。他提出的三权分立的理论呢，就是把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那至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是采用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它至今都是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现在的一些对应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今天当一些科技公司与政府合作来监控个人数据的时候，这些权力的滥用是否还有制衡机制呢？另外，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也进一步补充了契约的社会维度。他认为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个体间的协议，更是一种维系集体凝聚力的道德基石。他就提出来，现代社会会依赖有机团结。这个有机团结呢，就是说人们会因为分工而相互依存。那契约的破裂呢，就会导致失范，它会让人感到孤立和疏离。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当这种共享经济崛起、零工经济盛行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感到这种契约的稳定性？或者呢，我们看到这种全球化来导致本土文化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因为这种世界的趋势来失去对契约的信任呢？接下来我们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谈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信任。社会契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心理机制，那就是信任。如果我们不信任他人，不信任制度，那就没有办法去履行契约的条款。然而，信任不是天生固定的，而是受到多方面的心理和生物学的因素来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信任来作为一个适应性的机制呢？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呢，他提出信任的发展始于人类生命的最早阶段。在婴儿期，如果养育者能够提供一致的爱与关怀，那孩子就会形成基本的信任感，而这种信任感呢，也会成为日后与社会建立联系的基础。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变得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充满了不确定的时候，这种我们天生的在婴儿时期获得的信任感，它可不可以延续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科技的迅速发展，它会使我们依赖于一些陌生的系统，比如说 AI 或者是一些大数据的算法来做出我们的决定。那这是否也正在削弱我们对人际互动的基本信任，也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个心理学的基础是合作的必要性。信任呢，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需求，还是群体合作的基础。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上的主导物种，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信任来建立大型的合作网络。那它和社会契约的关联呢，就在于社会契约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合作的框架，其余运作呢，依赖于我们对他人会遵守规则的信任。那如果契约破裂，合作就会崩塌，导致社会的失序。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基本的税收体制被广泛认为会是不公平或者腐败的时候，
那纳税人就可能会选择逃税，来进一步削弱政府的合法性。最后一个想要谈到的心理学基础是被背叛的痛苦。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呢，他有一个研究来表明，信任的破裂会带来的痛苦比大多数情绪伤害更深刻。当我们发现契约被背叛，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社会层面，都会刺激我们引发强烈的悲愤或者是不安的感觉。那现代社会中，当政府、企业或社会结构被揭露出大规模的贪腐、剥削或者操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税务丑闻、环境破坏或者是数据泄露的时候，这些背叛呢都会对整体的信任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使得人们不再相信契约能有效运行。信任的形成也与我们的大脑结构和化学物质是密切相关的。神经科学的研究揭示了信任的生物基础，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契约的崩塌会对群体造成巨大冲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催产素。催产素呢是一种被称为信任荷尔蒙的化学物质，它对于促进人际信任和亲密感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呢，叫做信任游戏。研究人员发现，注射催产素的参与者更有可能会将金钱交给陌生人，并预期对方会公平地对待他们。那催产素的这个作用呢，也表明信任呢其实是需要某种形式的情感触发的。然而，当我们面对的是无形的机构或者是算法，而非具体的人的时候，催产素的效果可能会无法启动，导致我们的信任会减少。比如说，当我们去银行或者是去一些公家机关和这些条文条例来互动的时候，那种冷冰冰的官僚体系可能会让我们很难产生这种信任感。另外一个激素呢，是我们的杏仁核，它会引发我们的恐惧反应。杏仁核是我们大脑中负责处理威胁和恐惧的部分。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或者潜在的威胁的时候，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跃。那如果一个人或者机构的信任让我们感到不安，比如说我们去隐瞒信息，或者是去模糊一些事情的透明度的时候，杏仁核呢就会触发警惕和防卫反应，让我们更难去建立信任。从以上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发现契约崩塌的心理成本其实是很大的。当社会契约不再被视为公平有效，人们会感到即刻的失望与愤怒，而这也可能会导致群体的瓦解。比如说社会成员之间他们不再愿意合作，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比如说部分的人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激进的方式来表达对契约破裂的不满，比如说他会有一些比较暴力的抗议行为。那信任的重建呢，也需要透明与回报。透明度呢，这个点呢，是有很多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可以提供更清晰的信息，就可以减少杏仁核的过度反应，它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制度的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信任的正向循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规模但是频繁的信任回报，来逐步恢复群体合作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推行透明的监管机制，或者公民参与的决策过程。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也提醒我们，信任的建立是一个脆弱的过程，然而它也是可修复的。现代社会契约的崩塌，正是因为公民对政府、企业和社会结构的信任受到侵蚀。而要重建这种契约，我们就需要在个体层面和系统层面都进行深度的反思与改革。那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我会试图从历史与当代的视角来探讨社会契约是如何在危机中被重塑的。历史上呢，社会契约的崩塌并非现代独有的现象。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当中，当公民对统治者或者制度的信任瓦解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社会的动荡。
但这些时刻呢，也为重建契约来提供了契机。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契约是当时社会运行的基础，领主提供土地与保护，而农奴呢，则以劳动来作为回报。然而，当契约的双方无法履行义务的时候，信任便迅速崩溃，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农奴劳动力的价值是急剧的上升。然而领主呢，却拒绝改善条件或者是提供公平的对待，导致多地爆发农民起义，比如说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那此后呢，契约就逐渐被更灵活的租赁关系所取代，为后来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来奠定了基础。18世纪末的法国，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象征着旧社会的契约结构，但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需求。所以法国大革命呢，就试图摧毁这样的旧契约，但同时呢，也揭示了重建社会、重建契约的困难。旧契约当中的不平等，比如说第3等级的平民，他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税负，而贵族和神职人员却享有特权，这就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与反抗。但革命以后呢，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法国尝试构建新的契约。然而革命却迅速地走向恐怖政治，暴力取代了理性，表明其实新契约的重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再看到当代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现代社会契约崩塌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导致经济崩塌，而普通公民却承担了后果，这也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金融体系和政府的信任。金融机构本应该要遵守监管规则，保障经济的稳定，但其对风险的无视和贪婪的行为导致全球数百万人失业和破产。那在危机之后呢，各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加强金融监管和保护消费者。然而这些努力的效果却是参差不齐的，导致部分人呢仍然对新契约的效果产生怀疑，这也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土壤。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现代化社会契约的挑战。在全球化和数位化的影响下，现代社会契约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而这些挑战也威胁着我们对契约的信任与维系。全球化是带来了很多经济成长的同时呢，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20世纪以来，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成长率，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种不平等呢，就动摇了社会契约的公平基础。另外呢，像是平台经济，比如说 Uber 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的盛行，也重新定义了工作契约，带来灵活性的同时呢，也削弱了对劳动者的保障。而这种契约的不平等也引发了对工会和法律保障的呼声。在数位时代，社会契约面临全新的挑战。我们不仅与政府和机构来签订契约，也开始与科技公司、平台甚至算法来建立契约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位时代的信任挑战就更为复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数据隐私与透明度的问题，社交媒体和科技巨头会大量的收集用户的数据，但却缺乏透明的使用规范。比如说之前发生的剑桥分析事件也揭示了社交媒体是如何被用于操控选举，导致人们对社会契约的信任危机。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算法的偏见与责任，我们越来越依赖算法来进行决策，从推荐内容到信用评分，但这些算法的偏见也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当算法造成错误或损害的时候，谁又应该来负这个责任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平台经济当中的不平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 Uber 这样子的平台经济的兴起，它重新定义了工作契约，但这些新的劳动关系却常常缺乏保障。比如说许多零工工作者他没有基本的劳动权益，导致契约的不对等。
而现在民主制度呢，也是基于社会契约的一种尝试。但是近年来，民粹主义和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民主面临危机，尤其是这个资讯的不透明性。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假讯息和一些偏见被快速的扩散，削弱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或者像是这样子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当人们感到传统契约无法代表他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民粹主义就成为一种反契约的表达方式。然而民粹领袖往往会更关注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契约重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挑战，它其实需要一种新的全球社会的契约。比如说，作为全球契约的代表，巴黎协定就试图协调各国应对气候的危机。然而协定的实施却面临着各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阻碍。气候契约呢，也不仅仅是涉及国家，也涉及个人的行为改变。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减少碳足迹和支持可持续的商品，也是每个人的契约选择。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一些新型社会契约的一种重建的可能性。比如说，许多国家它开始探讨如何将数位技术引入民主参与。比如说，现在爱沙尼亚它就用数位身份的系统，可以让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也提高了透明度和效率。而一些学者也提出，数据应该被视为公共财产，而科技公司呢，应该要支付数据使用税，以更公平地分配数位经济的利益。而在气候变化和全球贸易的问题之上呢，国际社会也需要新的全球契约来应对跨国挑战，而巴黎气候协定便是一个尝试，尽管它的效果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观察。文学与艺术以其象征和叙事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契约的深刻途径。通过这些创作，我们不仅看到了契约的理想形态，也见证了它的脆弱与崩塌。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不存在的理想国度，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公共利益而工作，财产公有，没有阶级压迫，资源被平均分配，所有人都享受平等的机会和尊严。而乌托邦的社会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契约之上，个人自由受到集体利益的保障，而权利与义务也达到完美的平衡。莫尔设想了一种无冲突的社会契约，个体完全信任集体，集体也绝对不会去剥夺个体的自由。然而莫尔也以暗含讽刺的笔法来提醒我们，这样的乌托邦在现实当中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为人的本性、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权力的腐败，都让这个契约的运行成为了一个未解的挑战。但是乌托邦也试图想要启示我们，社会契约的目标应该是努力的去接近这种理想，而非追求绝对的完美。当时莫尔的作品也警告，任何试图建立完全理想化契约的努力，都可能会忽略人性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而带来更多的矛盾。威廉·高丁的《苍蝇王》呢，就以一群少年在荒岛上自制尝试为背景，提示了社会契约的脆弱性。当飞机失事后，少年们就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规范，尝试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但最终走向了暴力和混乱。起初，少年们试图通过协商来建立基本的规则，比如使用火焰来作为求救讯号，选出领袖来统一管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追逐逐渐瓦解了契约，暴力取代了合作，规则被撕毁，而整个群体也陷入了失序。高丁通过这个故事指出，人性中固有的自私与攻击性，可能在缺乏有力执行的契约环境中会迅速地暴露出来。当社会契约无法约束个体的时候，那人本性那种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就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类似的情景也可以对应到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规则执行力低下的社会。比如说，当经济危机或自然灾害发生时，社会契约就有可能会因为物资匮乏而迅速瓦解。
苍蝇王也试图想要提醒我们，契约的成功需要建立在清晰的规则和有力的监督机制上，否则即便是看似稳固的社会，也可能会因为信任的丧失而走向崩溃。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这一部剧作呢，则以美国梦的幻灭展现了社会契约是如何在个人层面影响心理和价值观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深信美国梦的契约，那就是努力工作就一定可以成功。然而现实中的契约却偏移，让他感到被抛弃，而最终走向了悲剧。那米勒也试图想要通过这个故事呢，来揭露这种经济契约中的不平等，它是如何造成个体的孤立与绝望的。上面谈到的这些文学与艺术作品，通过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叙述手法，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社会契约的脆弱与重要性。那他也试图想要提醒我们，契约是非常需要平衡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的。在契约崩塌的时候，重建的过程可能会非常的漫长且艰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与透明性，那契约就将面临崩解的风险。现代社会契约正在接受多重挑战，从经济不平等到数位时代的惊人危机，这些问题都让我们质疑契约是否已经崩塌。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讨论、历史和当代的反思告诉我们，契约的瓦解并非结束，而是一种重建的契机。我们会看到现在社会契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主要就是总结出来有3个点。第一个是透明与信任的流失。当政府、企业和技术不再透明，信任的基础也随之动摇。恢复信任呢，就需要更多的资讯的公开与责任的承担。第二个呢，是权力与公平的重新分配。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资源，当不平等成为常态，契约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第三个呢，是个体与集体的平衡。现代契约面临着如何平衡个体自由与集体需求的难题，而这也是当下所有契约重建的核心。那未来契约的重建方向，我也总结出有4个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应该要回归信任的本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信任是建立契约的关键。通过透明的政策、真诚的对话和公平的回报，可以逐步恢复公民对制度的信心。第二个呢，是更加积极的推动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是重建契约的必要条件。从地方到全球，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决策，将契约的制定权交还给群体。第三个呢，是我们应该要更加试图去拥抱全球视角。面对气候变化和科技伦理的战争，单一国家的契约已经不足以应对，全球合作契约是未来的方向。比如说重新强化巴黎协定，或者制定更加有强而有力的数位隐私协议。第4个呢，就是技术与道德的融合。在数位时代，契约需要重新定义科技与人类的关系。我们需要建立基于信任和伦理的技术治理模式，比如说开放一些数据使用政策和透明的算法运作。那我们又应该能够做什么呢？社会契约的重建并不仅仅依靠政府或者企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我们应该更加的倡导透明与公平，在我们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中都去提倡公开与公正，要求政策的清晰化与参与权。我们也可以更加的支持一些社会行动，加入一些地方组织或者支持全球倡议，来为公共利益发声。我们可以更加的去重视教育与对话，鼓励对社会契约的讨论，来帮助更多人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责任。正如卢梭所言，真正的自由是服从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契约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契约的重建虽然艰难，但它是通向更公平、更可持续社会的唯一途径。当我们选择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并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重建契约的路上。那我希望今天的讨论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些你的论点，或者和我分享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我很开心可以在未来的节目里面更多的分享我的观点。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是 Melvin， 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大家，拜拜。